阿拉伯国家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地方，阿拉伯男人的床上能力也是世界公认的。曾有人做过统计，阿拉伯男性在20岁到40岁间，一天5次是普遍现象，到50岁可能降为4次，50岁到60岁为一天3、4次，60岁以后或许是一天3次左右。可即使是80岁老人，每天也有1次以上。这个统计或许有些夸张，但从阿拉伯婚姻法中男人可娶4个妻子的制度可以看出，当地男人肯定是有一些独到的本领的。那么你是否也会好奇，他们究竟有着什么法宝，连80岁的老人都可以夜夜笙歌？作为一个专业的老司机，猫爷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阿拉伯男人床上的制胜法宝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想了解阿拉伯人的制胜法宝，还得从一个故事说起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有一个中国医生随利比亚的工程建设团去利比亚待了几年。这个医生的主要职责当然是给中国的工程团人员治病和防病，但是因为他的医术比较高明，再者工程团的人数不算太多，所以他有很多闲暇时间和精力给当地人看病。有一天，一个阿拉伯老人跑过来找这个医生，说自己得了一种病，恳切地求他给自己治疗。这位中国医生看老人的身体和气色都很好，所以问他到底得了什么病让他苦恼。这位老人一开始还有一些不好意思，但是在医生的热情关心下，他终于说出来了他的病。他说自己和老伴原来一天平均过3次夫妻生活，很有规律的，但是最近几个月突然不行了，现在每天只有1次。他说自己好像得了阳痿，听说中国的中医和中药治疗这种病很高明，所以赶来求助。第一次接触阿拉伯人的性观念的中国医生惊呆了，他想自己才50多岁，在家里跟自己老伴1个月有1次夫妻生活就不错了，而且老伴去年因为来了更年期，所以自己将近1年多都没有过夫妻生活了。可是这个阿拉伯老人已经60多岁了，不但每天都夜夜笙歌，而且一天1次的频率，他竟然还觉得自己得了阳痿。医生有些不解地问起了老人，当地其他人都是怎么过夫妻生活的？阿拉伯老人说他是50岁以后才变成一天3次的，50岁以前一天5次是很正常的，当地男人都这样，可如今降到了一天1次，不是生病是什么？老人很苦恼，他觉得自己跟别人比不是男人，所以很恳切希望这位高明的中国大夫医治好他的病，让他恢复以前的能力。这位中国大夫一看他的表情和态度，半信半疑的给他开了几副药，让他回去吃着试一试。过了1个月以后，这位阿拉伯老人再次登门拜访，满口称赞医生和中国的高明医方。他告诉医生，他又恢复了以前的水平，一天至少3次。中国医生深感震惊，我才是要被医治的人啊！于是他开始研究起了关于阿拉伯人的性和他们独特的床上功夫。他发现阿拉伯男人的能力确实很强，那位老人说的真没有错误，但是阿拉伯女人的欲望并没有男人那么强。虽然一天平均1次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一天2次以上的话，他们的身体还是很难承受的。从这方面看，阿拉伯人的法律以及古兰经里规定的一个阿拉伯男人可以娶4个女人，似乎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。一个阿拉伯男人一天平均5次，他的4个老婆每天1个人1次，然后有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女人一天2次，大体上4个女人才能满足一个比较正常的阿拉伯男人的欲望。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，阿拉伯人拥有强悍功能的背后，原来他们有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，那就是他们在进入发育期后，父亲们都会传授一门叫做阿拉伯节奶法的壮阳技术，提升个人能力，以备结婚后应付家中的几位妻子。各位老司机听着是不是很心动？冒着过不了审的危险，猫爷为大家千辛万苦找来了阿拉伯节奶法的相关资料。阿拉伯节奶法最初源起于几世纪前的阿拉伯国家，
当时阿拉伯人在挤牛奶的时候，发现奶牛的乳房会越挤越长，阿拉伯男人就想，自己的弟弟是不是也可以通过适当的挤压来达到增长增粗的效果呢？后来实践证明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，所以就有了这个让男人变大变强的偏方。后来通过不断完善，逐渐流传到欧美的一些国家。阿拉伯挤奶法主要手法为手成一个 OK 的姿势，然后放入根部，慢慢向前动，到了最前面再慢慢向后，并且这个过程中逐渐增大力度，然后再逐渐减小力度，反复重复。好家伙，直接封神！可阿拉伯挤奶法真的有效吗？事实上，各国的论坛上对阿拉伯挤奶法的批判从未停止过，它曾被广泛使用，也因此被太多人误用。因为练习这一方法受到伤害的人比比皆是，究其原因还是压力的问题。阿拉伯挤奶法主要设计是针对维度增加的训练，通常也能给那些刚接触锻炼的人带来初始长度增长的效果。初始长度增长可以理解为新手福利，就像健身一样，正是有快速创造初始长度增长的效果，经常被人鼓吹成7天创造奇迹，21天钉钉增大这类秘籍。当人们真正上手之后，才发现并没那么简单，因为压力带来的韧带伸缩是有限的，这个福利吃完就没了。而且因为钉钉组织有弹性，这种弹性是需要支撑的，仅凭韧带的伸展无法提供后续支撑，停止练习后会逐渐恢复到正常状态。但你不能说它没效果，韧带伸长带来的增长每个人都能享受，只是多少而已。阿拉伯挤奶法练习遵从压力加时间等于成长这一法则，想要伸展韧带增加长度，压力是有一定标准的，到韧带伸展接近极限时，必须使用更大的压力才能获得增长，这就可能造成伤害，严重的包括轴静脉撕裂和颈锁静脉曲张，轻一点的就是皮肤刮伤、皮下出血、硬度短时降低等等。所以方法有风险，实施需谨慎。综上来看，阿拉伯挤奶法是一种可能有效但绝不科学的锻炼方法，可以练习但不建议，更要明白它的局限性。不过各位老司机同胞们不要灰心，你们的丁丁短小可能和肥胖有关，肥胖的男生脂肪会堆积在下腹部以及耻骨联合区域，可能会将丁丁一部分隐匿起来，使它不能完全暴露。如果你们能将下腹区域的脂肪减掉，相信丁丁肯定会露出更多，这样看起来就会变长很多了。猫也理解大家想让丁丁变大变长那些，但是我们要理智的选择合理的方法去改善不足。一旦正常发育年龄过了以后，很难再有第二次发育，所以还是要接受事实。至于是否考虑物理锻炼，这取决于你的个人意愿，基本上正常大小都是够的了，不用太过纠结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猫也就先讲到这儿了。大家还想了解哪些国家的奇葩风俗呢？赶快在下方留言告诉猫爷吧，老司机们的要求必须通通满足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